我问一下大家，712公里到底有多远？我不会开车，脑子里也没这个概念，要多久才能到达？但是我心里明白，这个就是我娘家江西广昌到这里的距离。都说，对于远嫁的女人来说，自行车到不了的地方就是远方，不是说交通不便到不了，而是远嫁的女人呢，家里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琐事，让你脱不开身，走不出去，回不了娘家，是不是啊？虽然说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，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，公婆父母身体也硬朗，趁着这过年的时间呢，我跟老潘商量着要回趟娘家。但是我们在出发之前呢，初步的算了一下，回一趟娘家至少要用多少钱。我兴高采烈的打算着要给爸妈、叔婶、侄女啊、侄子啊要多少红包。老潘却在一旁发愁了。那一晚由于我太高兴了，我都没有顾及到老潘那尴尬的处境，我滔滔不绝的说，他一面听一面在想着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现在我想想真是不应该，我这不是在给老潘添难题吗？他的性格我很了解，他很要面子，去丈母娘家我说什么他都会同意的。所以第二天他就做了他最不情愿做的事情，借钱。我善良的弟媳妇知道了，怕我回家钱不够，特意又给我送了2万块钱。我当时就懵逼了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我就把他拉住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到底这个是怎么回事？然后他才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说给我听了。我脑子里一下子就懵了。这段时间常常问老潘回不回江西娘家，我错了，我太自私了，根本没考虑到他那无奈的处境。我更知道他很想带我回江西，但是当我们路费都成问题的时候，更不用说体体面面的回了。摆在我们面前只有2条路，一条是借钱回娘家，还有一个就是攒够钱回娘家。但是我们家老潘那个不服输的劲啊，他一定会选择第一条路，借钱陪我回娘家。但是借钱又是他最不情愿做的事。老潘常说，像他这样的人，本来在这个世上就会被人家看不起，如果再到处去借钱，更加会被别人看不起。一个人可以没有钱，但是不能没有尊严的活着。钱多钱少都要有自己做人的个人原则和道德底线。老潘说的对不对啊？为了我能体面的回趟江西娘家，拉下他的面子去借钱，有这样的男人护着，我怎么可以成为这么不懂事的女人呢？都说尽孝不能等，可是有的时候你不等又能如何呢？夫家娘家都是割舍不掉的家，舍弃哪个都是我万般不愿意啊。所以说啊，远嫁的女人啊，想回趟娘家真的是很难。不是说谁不好，而是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烦事拖着你回不了娘家。不知道刷到视频的姐妹们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情况？远嫁确实是一场人生的豪赌，我能嫁给像老潘这样的男人，我觉得我是赌赢了。你们说呢？就像歌里面唱的，我们都在平凡的日子里拼命的挣扎，拼命想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。就算四海为家，就算风吹雨打，也要笑着说我还好。这就是我们家老潘，一定是向阳而生，只不是向阴而活。而我也只在乎我的人。大家说有没有道理啊？